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？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？平凡人生，天真过后要怎么走？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？谁无狂想不可告人？难忘时光，必须散尽，留下我。快乐时抱着是那时至死不渝朋友，决裂时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还有时候？即使多风光都要清醒，有几多掌声也是孤清，你只可听到我大笑声，哭泣也未放聲，講不出聲，講不出聲，任由自己半夜驚醒，我只不過偶爾受了驚，於是才遺忘本性。喂，喂，这是湾仔警署打来的，请问有没有一位常在新小姐？常在新，怎么样？情况怎么样？还在抢救，医生说他伤势很严重，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我想不是他。刚才那警察说他9点35分出事，可是我刚才还跟他通电话说了很久。时间不吻合，一定不是他，一定是其他人，是其他人，是其他人。医生怎么样？伤者抢救无效。一定不是他，不是他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冷静一点。冷静点，别这样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别这样，冷静一点，你别这样，冷静一点，常在心呐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我会死的，我会。麻烦你们几位在这儿等等。当时的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也不明白这人是怎么开车的，明明是红灯嘛，他看都不看就这么撞过来了，我想躲都躲不及呀。谢谢 Sir。不用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找到程亮的家人。Alfred 的家人不在了。那麻烦你们确认一下，在死者车上找到的物件是不是属于死者的？这儿有些文件。这个 file 是刑事案的案例啊。Alfred 为了帮我想这官司，看了很多案例。不错 ，Sir， 这是属于死者的。那这部手机呢？也是他的。还有一包碎了的贝壳。这个贝壳我认得，今天我跟 Alpha 出海潜水，他在海里捞的。这个不行，你不是死者家属，是不会领取他的遗物的。但是这个贝壳他是想送给我的，求求你通融一下。对不起啊，死者的遗物目前只可以由警方保管。Alfred 出事了，请代为照顾爸爸。我是常在新，现在没空听你电话，有什么事请留下口信吧。
常大新还可以啊。无论如何，你要打个电话给我，知道吗？没有乘凉的日子，第一天晴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一个很容易哭的人。我一直以为，当自己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，一定会哭得很厉害。哪知道原来不是。Alfred 走了，我一滴眼泪也没流过。我只是想要回他送给我那个贝壳，可惜走遍所有卖贝壳饰物的店铺跟小摊，我都找不到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以前看到 Alfred 在贝壳上刻字，我以为很容易，可是当我自己亲手刻的时候，才发现一点也不简单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刻好这3个字 ，Alfred， 我已经原谅你了。我还在心里不断重复地说原谅你，原谅你，原谅你。我不知道自己说过多少次，但我希望总有一次，真的可以把这句话传到你的耳朵里，这样就够了。冯伯，过来吃饭。对了，冯伯，常在新真的没有回来过？有，不过他回来一会儿，跟着呢又拿着手提包出去了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前2天，我不记得了，他好像没回来过。冯伯，不要紧的，你先吃饭吧，饭凉了。哦。现在没空听你电话，有什么事请留下口信吧。常在新啊，我说还可以啊。你在哪里啊？你没事吧？我真的很担心你啊。麻烦你收到口信之后回我个电话啊。医生，有点事呢，我想跟你说说。我听那些中医说，如果一个人中风3次就没得救了。我前前后后中了3次了。唐先生，老实说，你中风的位置很接近脑干，如果再中风的话，的确很危险。但是至于说会不会有即时生命危险，这一点暂时不能回答你。徐医生，我求你帮我一个忙，你让我打针也好，吃药也好，动手术也没关系，你再给我6个月的命，
6个月而已。徐医生，你一定能做得到。你让我花多少钱都无所谓。我有6个月的命，就可以看见我孙子出生。我很想见见他。唐先生，2年前，唐太太也来这间房，跟我说同样的话。所不同的是，她当时伸出5只手指，她跟我说想再要5个月的命。你们说话的语气和神态都一模一样。哎，那时候妈咪天天盼望，就是希望可以看见孙子出生。可是到头来，她还是看不到。我知道这是她的心愿，其实也是我的心愿。我很想看见孙子，我很想抱抱他。唐先生放心。大宝，抱抱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抱抱。哎，你们都来了。抱抱。我今天觉得很精神，找徐医生聊聊天嘛。哎，刚刚说到孙子啊，你要记得养好身体，等孙子出生啊。行。是啊，孩子以后学说话，学会的第一句就是叫爷爷。跟着你可以看着他长大，看他上学。哎呀，好。姐夫啊，别以为孩子大了你就能偷懒，要帮忙带孙子。我也要帮忙。我也要。哎，说到带孩子，谁有我有经验呐？以后我要带，谁也别跟我抢。爸，说来听听，什么名字？是啊，说出来听听。是啊，孩子也想知道。哎 ，Jackie 啊，那你不是说过赵国超声波是个女孩吗？所以我想好了，她的名字就1个字，是个心字，唐心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个名字很普通吗？喂，小豹，你好朋友的名字也有个心字啊？什么呀？人家的名字多有意思啊！常在心，常在心，就是常在心里的意思啊。我们唐心的名字更有意思。你们也知道溏心鲍鱼是什么了？溏心鲍鱼的外表呢很强硬，但是里面很软很甜。希望我孙女儿将来长大了，她外表很坚强，就像丽姨跟妈咪那样，可以撑起这个家。她的里面呢是很甜蜜的。我希望她的家庭也有安逸欢心，一家人融融洽洽，家和万事兴。乖孙女儿，乖孙女儿，你听见爷爷说话了吗？你的名字就叫唐心了。好了，就叫唐心吧，好不好，娇娇？耶！哎，我连满月酒的菜单都想好了。哇，要不要这么急啊？还有几个月才出生呢。是啊，还有几个月呢。哎，我在医院里也没事做，走着也想着孙女儿，睡也想着孙女儿。早想好了是对的。对的。哎，抱抱，这样吧，满月酒的时候呢，我们吃了那4只双头豹。是啊，我们大摆筵席，又有烟花放了。那不能放。那4只双头豹不能吃。好。大豹，为什么不能吃啊？其实你妈咪30年前已经说过，她说如果她去了，而我又和阿琴结婚呢，就把那4只双头豹送给她做嫁妆。直到你妈咪临走时还提到，说要把那4只双头豹送给她。唉，虽然这个女人到了我们家兴风作浪，使我们家无宁日，但是那4只鲍鱼始终要给她。阿琴就算跟我做不成夫妻，甚至做不成亲戚都好。其实我的心真的很希望，她能了解妈咪真正的意思。我希望有朝一日，她会自愿放手，不再胡闹。丽姐，怎么这么好约我出来喝茶呀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坐。刚才在医院和姐夫说起那4只双头豹，想起大姐30年前说过要把那4只双头豹送给你，不知道你怎么想呢？如果你肯收的话，我们会尊重大姐的遗愿。你这个收字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你不会只想让我收下那4只双头豹吧？你是想让我收手，对不对？阿琴，我跟你在唐家已经有心病，现在还弄得水火不容。我始终有几句女人心里的话想跟你说。虽然我不是很认同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不过我始终觉得你不是对唐人家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你不是想气死他，你不是想抢他一半家产这么狠。你这么做只不过背后有个男人在教唆你，在煽风点火。
真是可笑了！我又不是你，我根本就不会再相信男人。我也是女人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事？女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。我也是过来人，没人比我明白。你最近在那些八卦杂志里说我以前被男人骗，弄得心里不平衡。其实你知道我的事不多。不错，我以前为了男人，我回来偷我爸的鲍鱼；为了男人，我回唐记盗用公款；为了男人，我试过自杀。当时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如果当日不是大姐骂醒我，我想我这辈子都无法再重新做人。你约我出来，就是想让我听你的陈年往事啊！你的事我不想听。阿琴，泥足深陷不要紧，最重要是知道拔出来。你问问你自己，你认为那个常在德真的可以跟你一起终老吗？他在你身边没目的吗？他真的对你这么好？我今天要说的话就这么多，你听也好，你把我当仇人也好，不过这番话我真的是打心里说出来的。我不希望你走我以前那条路。你是聪明人，我想你明白。至于那4只双头豹，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拿。常律师，我们到底有多少机会可以打赢啊？我儿子他真的很怕坐牢啊。李太太，这一点我们正在研究。那我们到底有多少机会啊？我儿子他真的没有强奸呢，他不敢走，他只是背对着站在那儿啊，他真的没做过。常律师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们母子俩。李太太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救救我们吧！你不帮我们，没人帮我们了。李太太，你放心吧，常律师他一定会帮你打赢这场官司的。你先回去吧。我一定会尽力的，拜托你了。常在先，你脸色不太好，请大假吧。我没事，你放心。不是，你心情也不好，我怕你处理不了这官司。我找同事来帮你跟进吧。不要，这案子是我负责的，细节我最清楚，我想跟下去。那好吧，其实 Alpha 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你也不要太伤心了。谢谢。常在新，还可以，你又路过这边啊？是啊，怎么这么巧？我又可以顺便送你回去了。真是谢谢你。最近要你每天过来陪我。哎，不要再说这种话了。来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我不想回家，我想去艾弗那儿。我去厨房看看窗户关好了没有。Starry, starry night. 没有常在心的日子，第831天，晴。原来这2年来，我打的日记加起来有12万字。我想我这辈子打过的中文字，加起来也不如这本日记多。希望有一天，常在心原谅了我之后，我们可以一起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吃水蟹粥，一边看这本日记。没有常在心的日子，第871天，晴。当你真很喜欢一个人，不论你已经为他付出了多少，你也觉得不够，你会想用你一生所有的时间来对他好。
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呢？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,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. 还可以。Alfred 去哪儿了？我很想他，我现在就想看到他。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我原谅他。他每天写日记，从美国飞回来，教我怎么打赢大脚巴。就是因为他想让我原谅他，我那天发了封电邮给他，跟他说我原谅他，但是他没看过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不早点发给他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不早点跟他说？是我害得他走得不安心，我这辈子也不会安心，我这辈子也不会安心。请问是不是成哥？介不介意我坐下来跟你说两句话？我不认识你啊。实不相瞒，其实我找了很久，找了很多你的行家才找到你的。找我什么事啊？你那天开计程车跟一辆小轿车相撞，小轿车的司机其实是我朋友。喂，这事儿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已经躲他了，是他冲红灯嘛。我知道，成哥，我知道不关你的事，我只不过想请你帮个忙。喂，我是。请问你是不是陈哥？是，常小姐，在警局我们见过了。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啊？是这么回事，程律师呢，他撞车以后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他的伤势啊挺严重的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看见女朋友，所以呢就托我告诉他女朋友。他已经用手提电话上网查了你电邮了，他说你的心意呢，他已经收到了。还可以。程德新，怎么了？又想起艾弗的事啊？那天艾弗撞车的那计程车司机说，艾弗临死前有几句话托他跟我说。他说艾弗呢用手机上网查过电邮了，他知道我原谅他了。常在心，那你以后就不要再为这件事不安了。记着，常在心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努力做事，艾弗他泉下有知，你一定成功。你知不知道，自从艾弗走了以后，我怎么都不能集中精神，我就算看文件也是一片空白，我什么也想不到。我知道我应该专心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。你不要这样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这样吧，你放大假，让自己轻松一下，休息够了再回来工作。不行不行，我现在负责的官司太棘手了，我什么都没想通。这官司是艾弗帮我想的，他就是因为帮我想这官司，所以冲红灯才会撞死的。他临死之前还打电话给我，教我怎么打这场官司，我不可以枉费他的心思呢。你先坐下，看着我，深呼吸。深呼吸。我真的没有用，我越来越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幸好控方找到个新证人，可以押后半年再审，要不然我一定会输。
我一定会对不起 Alfred。那你就更应该往好的方面想。你还有半年时间，怎么会不行呢？你一定可以。对了，下星期 Alpha 的追悼会，你找到照片没有？我回家找遍了，我只找到我跟他的合照。这样不行啊！我送你再去他家，我们再找一找。谢谢你。妈，好啰嗦，好啰嗦！常黛欣，你真的很啰嗦。你知不知道，这几天来啊，你每天都跟我说谢谢，我简直没见过你这么啰嗦的。你再这么客气的话呢，我真怀疑你到底当不当我是朋友啊？那好，我全都当成是应该的，不会再说谢谢了啊。嗯，这就对了吧？常黛欣，刚才我找相簿的时候，发现一张纸夹在里面，跟着再一看，原来是一张 Alpha 写的日记。没有常在心的日子，第957天，阴天。原来，当你真的很喜欢一个人，你会想很多无聊的事。今天中午吃便当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，如果我跟常在心总有一天可以再在一起，不知道我们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将来会是我比常在心早死，还是常在心比我早死？如果先走的那个是我知道常在心不伤心是不可能的，留下来的那个一定会很难过。但我希望他只伤心3个月就够了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欢乐有时，悲伤有时。希望到时候常在心会明白，会做得到。大家都说童年是一生之中最开心的时候，但是我的童年却一点也不开心。有一次，天突然下雨，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一天，因为雨竟然是彩色的。我从来也没试过这么开心。原来上天是会特别眷顾这些不开心的小孩，他下这些彩色的雨来哄我笑，使我的童年有一点开心的回忆。我每次想到将来可能会比常在心早死，只是想一想，我也觉得很舍不得。我舍不得他伤心，舍不得他哭。我怕他没有我之后，就会觉得人生没有了目标。但是如果常在心真可以放去哀伤，很坚强的生活下去，到时候无论我到了哪里，我想我也会开心的流眼泪，而流下来的眼泪就会变成彩色的雨，哄常在心笑。Alfred， 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再哭。我知道傻瓜最喜欢看傻妞笑，我一定会经常笑，我一定会做得到。这首歌有很多我跟 Alfred 的回忆。如果 Alfred 听到，我知道他一定会很开心。Alfred， 你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。如果你在想事，你会很久不出声，样子就像很多人得罪你一样。我们真的有点怕你，跟你做事的人都觉得压力很大。不过，你真是一个很棒、很负责任的律师。我们以你为荣，不过可能因为他对工作太负责任，所以有时候做他女朋友会觉得很紧张。他试过想公事忘了我爸爸，他还试过明明约了我，却因为公事忘得一干二净。这种事不止发生过一次，还发生过很多很多次。你们不要看我现在笑得出来，那个时候我气得想杀了他。Alfred，
我知道你收到我的电邮，你应该不会再有遗憾了。我也看了你的日记，我会永远记得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直到我死都不会忘记。哭有时，笑有时，欢乐有时，悲伤有时，我一定会做得到。Alfred， 不管你走到哪儿，你也要答应我，你也一样要做得到。水爸爸，我可不可以抱抱你？常在心，我决定回美国了。我估计我以后再也不会回来，因为我爹地妈咪他们又在一起了。他们很想让我可以过去一家人团聚。你不要都来看我了，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沈拜拜。没有乘凉的日子，第95天，晴。我今天见完那个弱智年轻人的妈妈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又走到 Alfred 撞车的地方，走到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的电话亭。最近我经常会反复想一件事，可能因为我当时情绪太激动，有些事我没留意。可是现在再回想，就觉得很奇怪。那个计程车司机说 Alfred 已经看到我的电邮了，知道我已经原谅他。可为什么他在电话亭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提也没提过呢？如果他已经收到我的电邮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，他一定会跟我说的。我真的很想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。算了，还是不要再想这么多了。反正我知道他已经收到我的电邮，知道我已经原谅他，就已经足够了。没有乘凉的日子，第187天，晴。唐鑫终于诞生了，而且还是个9磅重的巨婴，大爆笑的合不拢嘴，还可以也一样。他抢着要抱唐鑫，还很开心地告诉我，孩子的名字跟我一样，有个星字。将来长大也要像我这样，又漂亮又本事，要做一个大律师，还可以很开心。别人不知道，还以为还可以是唐鑫的爸爸，还可以真是一个大好人。只要看到别人开心，他就会开心。我知道还可以最开心的就是大豹可以完成大干的心愿，看到唐鑫出生。我也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完成 Alfred 的心愿。这场官司还有2天就要开庭了 ，Alfred， 你一定要支持我，有你的支持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吃饭呢？不行，我明天要上庭，要回家闭关呢。有姜醋吃啊？喂，好啊，多给我几个鸡蛋。我呢，虽然不能去吃饭，那你也可以拿到西环村来给我嘛。那我可以一边吃宵夜一边闭关啊。谁让你引我上了姜醋的瘾啊？我不管，我理所当然不会再说谢谢了。好了，拜拜。西环村，谢谢。哎，常小姐。成哥，这么巧啊！啊，是啊，我们也算是有缘分啊。成哥，有些事我想了半年也想不通，我想问问你。什么事啊？你那次不是告诉我，你说陈亮托你转达一句话给我吗？他说他已经用手机上网查了我的电邮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但是我觉得很奇怪，他在电话亭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他一个字也没提过电邮。那封电邮对他这么重要，如果他看到，他不可能不提的。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。陈哥，麻烦你想清楚那天的情况，我真的很想知道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程律师他撞了车以后啊，他从电话亭走出来，用他的手提电话查你的电邮。是，我想起来了。陈哥，你真的很肯定他是从电话亭走出来以后才查的电邮吗？是，我亲眼看见他用手提电话查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？我求求你说实话，
这事对我很重要啊。这就是实话。不是，你一定在撒谎。警方说陈亮撞车以后，他的手提电话一直在车里，所以他才去电话亭给我打电话。他不可能拿手机出来查电邮的。成哥，我求求你说实话，这件事对我很重要，求求你说出来，我求求你了。好了，算我怕了你了。是唐先生，他叫我跟你这么说的，他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常在心，我带了姜醋给你啊。等你今晚想官司的时候，有这些甜姜醋呢，开胃也好。不过你不要忘了啊，别想太久，不要想得太晚，不然没有精神的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走开！你走开啊！你说什么？我骗你什么了？那个计程车司机陈哥全都告诉我了，所有的事都是你叫他说的，是你叫他骗我的。Alpha 根本没收过我的电邮，他根本不知道我原谅他了。你先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你知不知道 Alpha 撞车以后，我没有一天睡得着，我觉得很内疚，我觉得对他很残忍。当他死的那天，他也没看到我的电邮，他也不知道我原谅了他。直到成哥跟我说了，我才放得下来。可是全部都是假的，全部都是你编出来的。我又变回那个让他有遗憾的常在心了。你跟我来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说。放开我！我甚至怀疑那张日记也是假的。他死了以后，我去过他家，找过全屋子，所有日记我都带回家了。但是你告诉我，你在一本书里找到，而且就只有一张纸。常在心啊，你听我说。不听啊！所有的事都是假的。Alpha 根本没看我的电邮，他根本没说我哭有时笑有时，他根本没叫我好好的生活下去啊！你给我站住！是，全都是我做的。Alpha 他不知道自己会死，也没有写过那张日记。哭有时笑有时，是我小的时候听大干说的。那个彩雨的故事，也是一样，是我听大干说的。我这么做，也是想让你好好的想想，如果 Alpha 知道自己要死，他要写给你的话，他会写些什么呢？他也会跟我一样。难道他想看见一个一辈子背着大包袱的常在心吗？难道他想看见你日日夜夜为他流眼泪吗？难道他想看见你什么也不做，打不了官司吗？我们认识这么久，我没试过这么大声说你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字说错。如果你认为在这里哭，在这里浪费时间，是为他好的话，你尽管在那儿哭个够。但艾弗是怎么死的？他是为了帮你啊，帮你想那个官司，撞车死的。如果你认为枉费了他的心思是为他好的话，你就在这里哭吧，让那个轻度弱智的年轻人去坐牢吧。但是艾弗最大的遗憾，不是收不到你的电邮，而是看见自己最心爱的人跌倒了以后再也爬不起来啊！你明不明白啊？各位陪审员，强奸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罪行。检控官所提出的检控，说我当事人李文新在现场看，所以也算参与这项罪行。但是我想 point out 检控官所提出的一个字，就是这个看字。第1、2、3、4被告都没有否认。虽然我的当事人在现场，但是他是背对着，这样是不是构成看呢？背对着又怎么看呢？检控官所提出的内容根本存在疑点，
检控内容有疑点，利益应该归于受疑问的人。案发之前几天，第1、2、3、4被告曾经问过我的当事人当不当他们是兄弟。如果当他们是兄弟，就要听他们的话，要不然就会砍我当事人全家。在案发当日，第1、2、3、4被告再次跟我当事人说，如果你现在走，就不当我当事人是兄弟，那前后连起来，也就是说他们在犯案。如果我的当事人走开的话，也就是不把他们当兄弟，不把他们当兄弟，也就是会砍我当事人全家，那就是在恐吓我的当事人。我的当事人是在被威逼的情况下留在现场，一个轻度弱智的年轻人，在极度惊恐混乱的情况下，根本没办法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，所以我的当事人是不应该被判参与强奸。本席宣判，第5被告李文新强奸罪名不成立，当庭释放。这次真是要谢谢你了。恭喜你啊，常大多。我刚才没看见你，因为我躲在一边听了。你知道我低调吗？你应该高调才对。你有份帮我打赢这场官司的。我？这场官司有2个男人帮我打赢的，第一个就是 Alfred， 第2个就是你。谢谢你，还可以。要不是你，我可能还在西环码头哭呢。我还有可能枉费了 Alfred 的一番心思。谢谢你。那好了，我店里还有很多事情很忙，我要回去了，改天再找你吧。拜拜。没有陈亮的日子，第200天，Paul 跟所有的同事约我去吃饭，庆祝我打赢了这场强奸案。但是我推了他们，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金紫荆广场。这里是我跟 Alfred 拍拖的时候常来的地方。如果常在心真可以放下哀伤，很坚强地生活下去，到时候不论我到了哪里，我想我也会开心地流眼泪，而流下来的眼泪就会变成彩色的雨。我们常在心笑。Your troubles break your stride, my